它第二季开这个23860，它第三季直接开什么335亿美元，正负7.5%，那毛利率开出来是81%，81%，成本剩19%，到底真的假的？Hello， 各位，这是阿伟的投资日记，我是阿伟。现在拍摄时间是4月3号周五的下午5点。好，前几部影片或是有在跟直播的观众应该都知道，我把我2月6号的 RV Stack 10档股票卖掉，换成哪2档？换成2档是 MU 跟 SanDisk。没错，各位没有听错，我又加码了 MU。那至于为什么要加码 MU 呢？我觉得我在这部影片应该已经说得非常清楚了。我有把 MU 跟 SanDisk 的财报，还有 Thinking Alpha 里面的量化分数都调出来看了一轮，就跟你说为什么我要加买 MU。那其中我有埋一个坑 ，MU 的第二季的财报是非常的惊人，所以我想说我要带大家来看 MU 第二季的财报的法说会到底他们开出来的数据有多夸张，以及他们对第三季的指引也是非常的乐观，所以我就想说用这集的时间来跟各位讲一下 MU 的法说会第二季的。OK， 那我们首先先来看这个管理层的观点，他们的执行长强调本季表现杰出，本季的营收较去年同期几乎成长了3倍 ，DRAM、NAND、HBM 以及各事业单位营收均全部创新高。然后他们宣布什么？2026会计年度第三季单季的营收指引已经超越什么？截至2024会计年度每一年的全年营收，2026第三季一季打掉去年2024年整个会计年度的全部营收。那同时也宣布什么？本季的现金股利调升30%，并且他们一直强调这个记忆体目前已经是 AI 时代的关键战略资产，已经不是各位讲什么景气循环股 ，MU 现在已经完全是什么 AI 时代下需求最大的一个产物了。好，那接下来继续往下看。第二点，管理层有表达，美光签署了首份5年期策略性的客户协议，也就简称叫做 SCA。他们执行长也表示说，这将提升我们商业模式的可预见性和稳定性，并且确保客户多年期的承诺。也就是很多客户现在抢着要干嘛？把记忆体的价格给锚定下来，想要跟美光签起长期供应他们记忆体的合约。再看一下第三点，就是产品的里程碑，可以看到 One Gamma DRAM 制程还有 G9 NAND 的产量进展领先业界，预期 One Gamma 将成为美光史上产量最大的一个制程节点。G9 NAND 预计2026年中成为主要的出货产品。那第四点就是他们执行长也指出说，这个 HBM4 已经大量出货给辉达了。Era Robin 做无人车的公司 HBM41 预计在2027年起开始大量出货，并进一步巩固公司技术领先的地位。好，那第5点就是他们的财务长说，本季的财报表现强劲，营收、毛利率及每股盈余皆超过他们的指引上缘，他们的 guidance 基本上全部都达标，甚至还超过。第二季创下自由现金流量新高，降低负债，并以公司史上最高的净现金水位结束了本季，相当的亮眼。OK， 那我们具体来看一下展望。展望的部分就是他们财务长预估2026年 Q3，2026年 Q3， 它营收是什么？335亿美元，正负7.5亿，毛利率约80%。335亿，你看它第二季开多少？它第二季开这个23860，它第三季直接开什么335亿美元，正负7.5%，那毛利率开出来是81%，81%，成本剩19%，到底真的假的？你看它第二季多少？成本还有74%哦。但你看它前面这些36、72、44、56、74，它下季开81，真的很有几率，因为他们真的每次开出来承诺基本上都达到了，非常的浮夸。那 EPS 是19.15美元，正负0.4美元。那现在看它 Q2 开出来的 EPS 是多少 ？12.24。Q3 开出来是19.15，正负0.4，也就是这个成长性 1.69、2.86、4.66、12.24到什么19.15，它会维持这个增速是非常的夸张。营业费用开出来是大概14亿美元，营业费用我们看一下第二季开出来的是这里1620，大概是16亿，它下降到什么？它下降到14亿，也是下降了很多。它并表示价格上扬、成本下降以及产品组合优化将共同推升第三季毛利，他们是非常的有信心的。那再继续往下看，看一下管理层预期2022年的资本支出会超过多少？超过250亿美元。那先看一下这边资本支出，目前是这里
我这个是季报，这个是2026的第一季，这边是2025的，所以第一季开出来是6387，于是他说2026大概会超过250亿，所以这个6381乘以4也差不多是这个250亿，所以差不多资本支出未来差不多会维持在这个6300、6200这个附近。2026呢跟2027的建厂支出增幅将高于设备支出，也就是他们现在要大幅的扩厂了，先签一个长期合约，大幅扩厂要满足他们的那些记忆体的需求，并且2027资本支出将大幅上升。用来干嘛？支持 HBM 跟 DRAM 的相关投资，也就是现在他们的整个供给还是不够，现在要直接大量的扩厂。执行长来说什么？预计2026年 DRAM 跟 NAND 的产业位元需求将受限于供给，目前还是供给不足啊。那供需紧张的状况至少要延续到什么？2026年之后，所以大家记得2026年。整个记忆体都还是非常缺的一个状态。江南银行又来了，还不是江南银行的客户，第二季你只要开户累积消费满5000，或是不限金额刷5笔，就直接送你一个行李箱。我报你好康，也不要忘记用我的专属推荐码8CGZSH。开户完也不要忘了去解带你一起富起来的活动。新手开户礼200现金，理财测验礼100现金，会员加码礼100现金。想要了解江南银行第二季完整权益的，赶快去找这一部影片来看。那财务表现，我们具体来看一下。2026年 Q2 总营收是239亿美元，季增75%，年增196%，连续第四季创单季新高。可以看一下239，那接下来上一季什么13643，再上一季11315、9301，这样一直创上来。那单季营收季增102亿，创公司史上最大的增幅相当的浮夸，季增75%，你有看过吗？那第二个财务表现是 DRAM， 把它拆成产品来看 ，DRAM 的营收是188亿美元，年增是207%，占总营收的79%。那 NAND 营收是50亿美元，年增169%，也是这两个商品真的是超级无敌贵的。那这两项业务将受惠于价格大幅上涨以及产品组合的优化。好，那我们具体来看一下合并的毛利率开出来是多少？75%，季增18个百分点。可以看一下74.41%，差不多75%。非 GAAP 稀释后的 EPS 12.2，季增155%，年增682%。看一下在哪里？12.2，差不多这个稀释后的在下面这里12.2，上一季只有多少？4.6，下一季直接开12.2，年增682%，超级无敌夸张。那接下来看营业利益是165亿美元，这个营业利益率69%，在这里69%，差不多。我这里显示的是67.62，可能 Alpha 的算法可能有点不同，所以大概真的是69，真的非常的浮夸。那自由现金流量是69亿，季末现金跟投资总额也是167亿美元，创新高。咱们现在公司有很多现金可以拿运用，所以那些扩产什么都是很有钱可以去执行的。好，那我们看一下这个法说会他们 QA 的部分，就是这个人问的什么？请问这个 HBM4 产品组合下毛利率的持续性？他们执行长回应的是不提供第四季的毛利率展望，他们现在只提供第三季的毛利率展望，第四季是不提供，但已表示预期市场状况将在2026年后持续紧缩，供给还是赶不上需求的一个状况。那接下来又有人追问 SCA 的细节，执行长说过去这个 LTA 也就是长期协议多为1年期，但这个 SCA 目前是属保密性质。但这些 SCA 只在达成客户目标，同时也让我们能够依赖客户的具体承诺。他们接下来要大量扩厂所以需要确定这个需求是稳定存在，所以才让客户签长期的合约。OK， 那他们换这个 Morgan Stanley， 他们问终端市场的分配情况。那执行长也表示说，现在供给是极度的吃紧，且所有终端市场都是不管卖所有东西都是非常吃紧。目标与策略始终是以什么多元化的供应商。以服务各个终端市场为主。接下来换瑞银问说是自由现金流运用以及 CHIPS 法案对库藏股的限制。财务长就说将持续强化资产负债表，并提升净现金的水位，未来将有能力透过什么库藏股回馈股东，所以他们未来现金水位要是允许，他们可能是会执行买回库藏股的动作的，所以大家可以持续关注 有没有进行库藏股的回购。好，那最后就是很多的分析师就是问 SCA 还有什么 HBM 这个产品组合以及客户的协议范围，但管理层都没有透露这个具体的合约条款，就他们还是以保密为主。那这个 QA 的部分，那我们看整个法说会情绪的分析就是分析师多次追问 SCA 的细节，还有毛利率的持续性，还有资本配置以及显示什么审慎乐观，同时关注下行的风险与这个策略的明确性。OK， 那接下来是管理层准备发言时都维持什么自信且乐观语调，强调我们有信心及
营运卓越，对追问多以保密或不提供未来指引回应。情绪分析第三个，相较上季，分析师提问更聚焦在什么毛利率的持续性，还有供给的限制。那管理层的语调也因 Q2 表现非常好的展望转为更具信心。那看一下 quarter on quarter 的比较，就是本季的营收、毛利率指引均较上季大幅提升，且第三季营收指引更超越任何一个会计年度哦，所以他们对未来是相当的乐观。那再看第二个 Q on Q 的这个比较，就是策略重心过去着重在供给成长与技术的转向 AI 驱动需求以及长期的 CA。接下来是营收、每股盈余、自由现金流、毛利率等主要指标皆创新高，较上季以高档的水准再更创新高，是非常夸张的。那第四个就是分析师关注的焦点转向这个毛利率的持久性、SCA 的结构，还有资本回馈的策略，反映在历史性表现下的审慎检视。最后是管理层的信心提升，讨论执行风险减少，更聚焦在什么结构性的优势以及长线的布局。那接下来我们来讨论一下有没有可能有一些风险和疑虑，就管理层指出什么DRAM跟 NAND 的供给持续吃紧。预计紧张形势将延续到2026年还有其后。第二个，他们实际上有提到说，各终端市场的需求趋势相当的强劲，但消费性等价格敏感市场，什么部分需求可能因为价格上涨而受影响，终端市场的价格真的涨得太夸张，不知道消费者到底能不能接受。接下来是随着美光加速全球的扩张，资本支出风险升高，建厂支出领先于设备支出，新厂的投资需求是非常的庞大的。但我觉得他们有签长期合约，所以我觉得他们在扩厂上应该是非常勇敢且有底气的。第四个是管理层承认说，贸易跟什么地缘政治的发展，也就是现在的中东战争的潜在影响，没有纳入他们未来的指引，所以最近他们 Q3 会不会被这个影响，目前还是不知道的。OK， 那最后下一个总结就是美光2022年 Q2 的法说凸显出公司进入新一波的成长，然后营运的数据创新高，且营收与毛利率的展望积极 ，AI 记忆体地位进一步的巩固，首份5年期的 SCA， 还有技术要进提升需求的可预见性，然后供给紧俏且大规模投资是主要的风险。然后管理层将聚焦在什么？多元成长、强劲的现金流以及严谨的资本配置，以因应高预期与动态的产业环境。OK， 那以上美光第二季的法说会，我觉得公司不管是他们的执行长或是他们财务长，都是相当有自信的展现他们这个 Q2，且对 Q3 的指引也是相当感慨啊。毕竟他们前几季也都有完成他们开出来的那些指引，且超过那些期待。分析师每一次的预测都是低估的，所以我觉得美光是我相当看好一家公司。至于他们目前还有非常多的自由现金跟现金，未来可能会进行什么库藏股或是扩产，这也要大家的积极的去关注，也可以重点去关注它下一季毛利率到底能不能维持，因为毕竟开到81%是已经相当高的一个数字了。但是我对美光还是非常有信心的，我觉得2026年我应该会拿满整年美光，我还不会下车。但近期的价格下降，非常好的一个入场机会。如果大家看完这一份财报还有相同的想法，也可以趁现在赶快来接一光。好了，那这期就讲那么多，这是阿伟的投资机，我们下期再见，拜拜。地表最强的技术分析网站，你有用过吗？TradingView 是我进入投资和交易领域以来一直在使用的技术分析网站，尤其是它这个超级图表的功能，绝对可以满足你在交易上所有看盘的需求。如果你还不懂 TradingView 的话，可以点击这一支影片，里面我有详细介绍 TradingView 的所有功能。我也建议各位跟我一样一起升级到这个 Essential。升级到 Essential， 你可以有更多的指标可以设置，有更多的快讯可以设置，观察列表可以设定更多不同的商品。如果你要升级的话，也别忘了使用我的专属连结，订阅 Essential 只要$15，用我的专属连结，我直接再送你$15，让你再订阅1个月，还不赶快把握优惠？